哇，马哥，你看啊，我们每一天啊，机不离身啊，到处都是 WiFi 啊。对啊，这样会不会诱发脑癌？哎呦，你别乱讲了你。什么我乱讲？我也是听别人讲的吗？所以我会担心吗？哎呀，你不用怕啦，你怕的话，我就请一个专家来告诉你什么是脑癌。到底脑瘤是不是脑癌呢？常头痛是不是脑瘤的症状呢？脑瘤手术可以在病人清醒下进行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那中医治疗脑瘤的原理是什么？患者在食疗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呢？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你有没有发现哦？只要是跟脑相关的疾病哦，感觉上特别严重。对啊，我们常说的什么脑震荡啊、跌倒敲到后脑啊，还有脑瘤，听了都怕。不知道嘉宾跟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一样？好，马上欢迎陈荣宇、洪胜安，好，以及国大医院神经外科高级顾问张可嘉医生，欢迎三位，欢迎三位，来请坐。今天清一色都是男生啊，而且颜色都非常大，对不对？颜值都不错。对，来，想请问一下两位嘉宾，是的，你们到底对这个脑瘤了解多少？我觉得脑瘤应该是长在脑里面，应该会压到神经线，可能会中风吧。哎呦 ，OK， 感觉就严重。胜安呢？应该就是脑出现了异物，然后应该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。说的没错。那现在我们想请问一下医生，就是说什么是脑肿瘤啊？所以脑肿瘤是脑的细胞啊，异常的细胞在长，所以造成脑瘤，可以发生在很多地方，可以发生在颅骨、大脑、小脑。脑干还有脑膜啊。哇，那这些所谓的这个脑瘤有分几种？通常有分两种啊，原发性跟继发性啊。原发性是来自脑之内的脑瘤，这个比较少见啊。比较常见的是继发性啊，就是说外来的因素。对，这其他部分的癌症啊，扩散到脑。就转移这样啊。对，所以比较少见的是原发性脑瘤啊。原发性有很多种啊，可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脑瘤是神经胶质瘤，英文名叫 glioma。那是原发性，有分别哈。对。那我们刚刚都聊到脑瘤，它跟脑癌到底是不是有相关的？脑瘤不是脑癌，所以脑瘤有4个等级。OK。1到2是良性的，OK，所以3到4是比较恶性的，所以第4 grade 啊，通常我们叫它是脑癌啊。所以它是一定会就是慢慢的从1到2到3吗？还是有些它就是会停留在？有些只是永远是1永远是。对，有些是可以变成2到3到4。所以不一定的。对，变成第4等级变成癌的意思，它会转移吗？可以扩散啊，可以变大比较快啦。对，就有生命危险了。那这个脑瘤它本身有什么症状？所以你要看脑瘤的位置在哪里。比如说，如果发生在控制语言的部分，病人就有语言的问题啊。讲话记性的部分，他们有可能有记性的问题啊。突然间变健忘，通常不会突然间的啦，会慢慢。你要看那个瘤是大还是小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瘤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它压到任何的一个神经线，你那个部分就会出现问题。可是如果小的瘤不会造成什么症状，有时候比较轻微的症状。如果变越来越大的话，就会压到周围的脑咯，可以造成羊癫疯呕吐、头痛也是可以造成啊。变得太大的话，就可以造成脑的压力大。那想问头痛呢？不是每个头痛是因为是脑瘤的。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有头痛先啦。头痛是因为那个脑瘤在长得太大，拉紧那个脑膜啊，脑膜有痛的神经线，是，所以造成头痛。所以如果脑瘤造成头痛的话，是蛮晚期的嘞。OK，如果患了这肿瘤那个人会不会突然暴躁？然后会有一些暴力倾向的那种。通常不会突然间的，它会慢慢变成这样子。原因是因为那个瘤压住那个大脑的前叶部分。OK， 因为那个部分是来控制我们的情感的部分。对，你说的。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。对。那你知道我们现在人都是机不离手的嘛，就是一直玩手机，然后为了省钱，去到哪里都要用免费的 WiFi 嘛。然后我们一直开着 WiFi，是不是真的会导致脑瘤哈？WiFi 不会造成脑瘤。刚讲手机呢？手机常用手机也是不会，也不会。
也是不会。现在很流行哈，那个 earpiece， 像我现在戴哈，啊，对对对对，我在有线的，现在很担心了。现在是流行 wireless 无线的，对那我们一戴可能就是戴很长，要听音乐啊，要讲电话，对，有些人戴一整天哦，会不会要玩游戏啊，线上玩游戏啊，会不会影响？不会，我每次用也是不会，不会啊，不会。 OK， 那跌倒不小心就敲到你的后脑，对，也有可能引发肿瘤，哎，会吗？不会，肯定不会。是不会的。所以他们担心的是，因为我们的后脑空间比较小啊。是如果你撞到的话，如果出血的话，就会很容易压到脑啦，造成脑对压力高啊。可是这个跟脑瘤没有关系的。 OK，有没有可能像有些人，像有很多社会的问题，比如说像偏头痛，压力很大，还是用脑过多，很 stress 啊，会不会造成这个有瘤？不会。不会，所以这些这都不会啊 stress 压力的东西是有可能造成中风，可是跟脑瘤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哦用太多脑，不会哈，这其实是好事啊，在训练你的脑。哇，那问你这个你说不是，问你那个你也讲不是，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脑瘤的？所以一般来讲啊，原发性的瘤通常是特发性的，就是原因不明啊。啊，对，可是有其他的比较少见的原因了，比如说遗传的问题了，那风险因素有哪一些呢？有辐射，电疗，然后有些遗传的病啊，比如说英文叫 neurofibromatosis， 哎呀，这个我们都学过啊，这个就叫做神经纤维瘤病，我们都是有在做功课的。对。其实我们平时啊都听这个迷思，听那个迷思。对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所以就放心了，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们安心了。那广告过后呢，还会有中医师加入我们讨论，我们稍后见。好，欢迎仲伟良中医师哦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。是，欢迎。那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脑瘤？是中医从古到今就把脑瘤称为脑风、针头痛，这是从症状入手的啊。因为你得了脑肿瘤，一定压迫到脑神经，是会眩晕啊、头痛等等。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脑子里长了一个黏糊糊的东西，中医叫风涎。比如三国时期那个华佗要给曹操治疗头疾，就是头痛啊。对，本来要给他开颅了，曹操认为他是可能暗杀他，就没有把他处死了。但是接下来曹操的病越来越严重，就是双目失明。对，那证明就是说他的脑瘤压迫他的视神经线，所以应该推断是脑肿瘤。OK。那病因跟病机是什么？病因病机，中医认为就是我们可能出生以后饮食的原因和脏腑代谢的原因，不知道产生某些物质了啊。中医就叫痰湿，这个痰湿就流窜在大脑里面，就形成一个结节，就是肿瘤。另外就是说我们劳作受伤或者七情内伤，造成气滞血瘀，就是脑子里的那个血液循环出障碍，有血停在那边，也会诱发脑肿瘤。另外一个中医说法叫先天的，你先天那个肾精不足，不能养你的脑。中医的说法是肾藏精，主骨生髓，养脑是这么一个系统。但你肾精不足，可能脑神经在更生嘛，所有细胞更生是错误了，就生出坏的脑细胞，就是肿瘤。OK，那本身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？有，就是有一个女性得的是星状细胞瘤。OK，她是从17、18岁得了以后，她的症状就是头痛、走路不平衡。开刀以后，大概在36、7岁又复发了。还是头痛头晕。后来就用的那个伽马刀，好像用镭射来烧掉它。好了，就是前2年他又来复诊，说扫描又看到在靠近脑干有一个肿瘤，还是原来的。后来医生说这个地方开刀也危险，是伽马刀也危险。他就怎么办呢？就等待。我说那就试中药。试了6到8个月，去扫描，很奇迹。不见了，消掉了。当然我们也开心，但是我们不能为一个这个病例啊，就说这个中药多么厉害。对。但是可以研究啊，是这样。OK， 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位这个脑瘤患者的一个故事，好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。是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佩莹，我10年内动了4次脑肿瘤手术。2013年的时候，
那时我刚好下班，我朋友就发了一个简讯给我，但是我怎么读我都不明白。之后我就癫痫症发作，我就昏迷了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，然后医生做了很多检查，然后就告诉我有了良性的一个脑肿瘤。回想之前，其实我已经有一点症状，就是每次头痛，怎么吃止痛药都没有用。我是glioma，医生就跟我说，脑肿瘤的位置很适合做手术，我就做了第一次的全身麻醉脑肿瘤切除手术。3年后，我在工作的时候癫痫症又发作，然后医生就跟我说我的脑肿瘤回来了，我动了我第2次的手术。然后3年过后，2019。我在车站的时候，我癫痫症又发作，医生就跟我说我的脑肿瘤又回来了，然后这次我就动了我第3次的手术，这个手术是 awake brain surgery。Continue. Some cramps. Continue. 呢個係香蕉，呢個係橙。Very good. 2021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啊，好像癫痫症又要发作。医生就帮我做了 MRI， 就跟我说脑肿瘤又回来了，这次是2型，我就动了我第4次的手术。我以为我这次的手术会像我的前3次手术一样，可是我第4次手术过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当时醒来的时候，我不能起身，我左边不能动。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，完蛋，我还这么年轻，不可能我要坐轮椅跟穿纸尿片一辈子嘛。然后医生就跟我说，你只要做多一点 rehab， 你就可以站起来了。我开始接受了物理治疗，2个月后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。之后我继续做 occupational 和 speech therapy， 1年过后我才完全康复。很多人觉得生脑瘤是很可怕，可是我很积极的面对，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就不拖。我很喜欢拉小提琴，手术过后我整1年不能拉，我一直做手的复健运动，现在我又慢慢可以拉小提琴了，真的好开心。我现在还是去跑马拉松、潜水和 skydive， 继续我喜欢做的运动。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，该医就医，要放轻松，不要担心，最重要是要过得开开心心。哇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你看他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哦，他不是1次2次，而是4次，而且你要想，他每次动完1次手术，以为康复了，结果又复发了，所以他每3年都要面对1次，对，都是一个打击。但是我很佩服他，是他没有被击倒，而且第4次，你看他是直接有瘫痪的问题，但是他很积极做复健。我觉得他的那个想法就是 never say die， 这个心态是非常好的。对，为什么会有一直复发的情况啊？对，它的脑瘤是叫glioma， 刚才我说的神经胶质瘤啊，它是比较渗透的，不像其他的瘤还是癌，像一粒球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解决了。对对，所以虽然动完手术，你应该要长期观察，是，它可以再回来的可能性。有的是像树根一样，盘根错节，对，割的是割不干净那个创面，所以过几年就好像那树又发芽又回来了。那刚才我听到佩莹她有提到，就是说她有做一个轻型手术啊，哇，那是什么手术来的啊？今天我有带那个机器来。哦，哎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医生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也想了解，来。奇怪了，这个手术要用到2个仪器啊？对，这个是用来刺激那个脑的，所以这个也可以出电。OK， 有电流就对了。对，是。那另外一个呢？这个是用来吸那个脑瘤，可是不直接吸，它会打碎那个瘤，先打碎，对，才吸。
哦，那吸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吸进去这个机器这样。OK，那这个轻型手术哦，对它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？所以轻型手术你需要一队人来做那个手术，你需要麻醉师，你需要脑外科医生 OK 你需要神经心理学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需要这因为当我把那个瘤拿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心理学家会叫那个病人完成一些任务， ？OK，比如说认图啊，用不同的语言来做一些任务啊，是还有手脚行动这些任务。就确保说你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不会影响到他的日常对活动这样。对，所以大概你可以示范一下是怎么做吗？可以。当做这个豆腐是我们的大脑，我会用这个机器来打碎那个瘤啊，还有把它吸下去。软件散结的一般都是虫类的药，蝎子、蜈蚣、壁虎这些毒的都有毒性的，就是以毒攻毒。哎呦，你可以示范一下是怎么做吗？可以。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把颅骨打开来，把脑膜打开。那个地方是最痛的，所以第一部分病人会全身麻醉。是先麻醉。对，我们一打开这些东西才叫醒病人。所以他们没有痛的感觉。OK，所以你就会进行一个开颅嘛。开完颅我们就当做这个豆腐是我们的大脑。OK，那你下一步会做什么？所以现在病人已经清醒了，所以我会用这个机器来刺激那个脑。是。所以如果我刺激的时候，病人有一个反应，我就会放一个号码在那边。如果病人没有反应的话，就比如说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瘤拿出来，就用这个机器来打碎那个瘤啊，还有把它吸下去，这样子。那就直接吸进去这个桶里面。OK，对。那你吸了这个脑之后，它会有一个凹洞嘛？会有一个凹洞在那边。那它会自己在复原还是什么吗？不会，通常我们的脑的细胞不会再长回来的，所以永远会有一个凹洞在那边。那可是如果你的脑有这么多洞的话，会不会有后遗症？是不会，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去查了，那个地方不重要了。就是如果说你发现那个部分是会影响到神经功能，对。同时又有那个脑瘤，我们就不能够做这个手术。我们不能把那边的瘤拿出来。那怎么办呢？对啊，那怎么办？那个瘤还在那边。那你要看是哪一种比较恶性的瘤，我们要去继续做电疗还是化疗？还是有其他的治疗方法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就坐下来好好了解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刚才我们看到是轻型手术，那你有提到说有其他治疗方法，是不是也都是手术嘞？对啊，有其他的脑瘤手术，比如说传统的手术啊，全身麻醉的手术你是可以用内窥镜的手术。OK， 传统开刀，要怎么知道说这个手术是成功的？对，算成功的脑瘤手术，病人一清醒就可以张开眼睛，会动一动手，说一说名字。可是我们发现这些病人的比较高级的大脑能力有问题啊，比如说他们的注意力有问题啊，算术有一点问题啊，记性有一点问题啊，日常生活就出现了一些障碍了，对，就比较多的后遗症。对，没错。那还有提到这个内窥镜 endoscope 那个又是怎么样的？那个是用一个camera 从鼻子上去那个脑，通常这些瘤是颅底的瘤。所以可以从下面把它拿下来，对，看位置，也要看位置，对。OK，那在做了手术之后，是不是还要进行其他的治疗？比较恶性的瘤需要电疗还有化疗。可是有些瘤不需要做手术，你可以直接去电疗，比如说继发性的瘤传到脑，你可以直接去电疗它。但其他的瘤癌症你把它拿出来过后，需要电疗跟化疗。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中医又是怎么样治疗呢？中医还是传统，到现在还是使用药物。OK， 药物一般我们用软件散结的，它的原理就是抑制肿瘤生长。OK， 还有用那个活血化瘀的，就是破坏肿瘤周围的血管，不让它扩散。是。另外呢，就是中医还有用清热解毒的，清热解毒是直接杀死癌细胞的。还有用那个健脾化痰的。对，化痰呢是把体内的环境搞好，就是让那肿瘤的生长比较困难。是。我们常用的药物，如果用那个软件散结的，一般都是虫类的药。比如说蝎子、蜈蚣、壁虎这些都有。壁虎都有毒性的，就是以毒攻毒。是以毒攻毒，哎呦，还有植物的，就是像大家知道的那个白花蛇草、斑枝莲这些。我们还用一些化痰的，就是半夏，还有那个平肝息风的，像天麻。OK，
是这样。针灸有办法吗？针灸是解决对症者，比如他有脑肿瘤、有眩晕、有头痛，用针灸症状效果不错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说，西医手术后或者是电疗后，那个神经受伤以后有留下残留症状，比如说口眼歪斜啦、肢体麻痹啦。可以用针灸来纠正，效果也不错。OK，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食疗，跟我们平时吃的息息相关哦。今天有没有带一些食疗方？有。哇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钟医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汤叫做天麻补脑汤。我们首先用的是天麻，天麻是平肝潜阳的药，它在药理上可以改善脑循环，也可以降血压。另外一个就是川芎，它是活血化瘀的药，可以改善脑循环。是。另外，枸杞子大家都知道，本身就补肾，中医说法补肾就补脑嘛。没错，是这样。完了，用党参呢补一点气，因为气流通到大脑呢，就给大脑提供营养嘛。是。还有这个红枣是补血。是。为了矫正味道呢，我放一点玉竹，因为在新加坡天气炎热嘛，对胃阴不足，所以加一点玉竹。OK。那这个煮法是怎么样的？煮就是像普通煲药材一样，用3来水煲8分的做法就可以。OK。它的功效主要是补脑，降血脂、降血压、改善脑循环。对。其实它的味道就是有一种很浓郁的中药味，但是是可以接受的那种。是，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？干香的，然后有一点那种枸杞的甜味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口感有点甜带甘的味道，很特别，干涩味。那一般人什么时候是可以喝的？可以鼓励那个中老年人，对睡眠不足啊，有头痛啊，就可以来喝这个药。如果年轻人如果有头痛的，也可以持续吃这个药。它这个有一个治疗作用。好的 ，OK， 好。那最后医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关于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？对啊，我们要每天要保护我们的脑，比如说要足够睡眠，喝足够水，对，不要抽烟。如果你玩什么combat sports 你要保护你的脑，穿 helmet 了。是。还有，如果你一直头痛的话，吃药没有好，还是你突然间羊癫疯，尤其年纪比较大的人，你要立刻看医生。对，还是做一个检查会比较心安了哈。对，好，那么虽然说这个人脑很小，可是它其实最发达的这个神经网络，所以它控制了我们的这个记忆啊，还有情感等等的。没错，如果说我们大脑某个区块生病了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、思考啊、情绪，也都会跟着失控哦。所以希望呢，所有观众朋友你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。好，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2位医生跟医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还有3个宏宇，谢谢。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